大家好，李灿。今天咱们聊一聊 ChatGPT 会不会取代中文老师？突然感觉到了这个职业危机啊！其实 ChatGPT 我当然是早有耳闻啊，也略知一二，略知皮毛吧，可以这样说。因为之前大叔中文做过一次直播啊，就是笨叔他们演示过。当然我自己一直是没有账号的，我不知道它真正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并没有受过真正的直接的冲击啊。所以昨天一时心血来潮，我就想注册一个账号啊。当然很多人知道在中国大陆注册账号有点麻烦啊，但是我成功了，我也试了一下啊，大受震撼啊。今天咱们就聊这个问题，就是中文老师会不会被 ChatGPT 取代呢？我当然是不希望，但是可能有些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做得特别出色啊。就是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咱们聊一下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 AI 啊，人工智能。其实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特别快，有些让人几乎已经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就比如说这个作图，对吧？AI 做图，这个现在是风生水起啊！我在社交媒体上看了很多，那做出来的图，天哪，简直了，对不对？你只要输入一定的要求，它做出来的图堪比顶级的设计师啊！很多人说那个 AI 可能没有人的这个创意，但我看未必，是不是？它挺有创意的，而且有些摄影它做的也特别厉害，拍照片啊很有自己的风格啊，而且风格是可以定制的。甚至我之前看这个说 AI 能生成一些比较香艳的照片啊，就比如像这些有些 OnlyFans 的这些创作者们可能要失业了，在未来的一个节点上啊。对，而且之前我也试过一个，就是有声读物吧，就朗读者嘛，就那 AI 的朗读者，我也看了一下，实验了一下，我发现他们真的很多那个播音腔出来特别有感情，朗诵也特别好。就唯一有个缺点，比如说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故事的话，比如小说这类型的话，里面有很多对话，这个 AI 把握这个人的这个情绪还是有一些问题。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以来以前看科幻电影等等，会觉得这个机器人，对吧？机器人它不就是高级的个人工智能嘛，对不对？它可能除了这个人的情感之外，把握的都是特别好。人的情感它需要更多的训练，但我觉得就是人脑人脑是特别神奇的。人脑里这个神经元连接有1200亿是吗？我之前看了有那么多啊，就是它不是特别复杂的。我们现在对脑科学的研究，我觉得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啊。但是一旦到那个程度，我觉得 AI完全可以媲美人类，甚至在未来某一天超越人类啊！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啊！但那一天可能没有那么快的来临。但是我们人类本来就是这样有一个很深的危机意识的人，但同时我们又是特别骄傲自大的人啊，对吧？之前因为我儿子特别喜欢天文的东西啊。我就是谈到这个怎么改造火星之类，我就觉得当时想起一个方案，就说是不是可以派一些 AI 的机器人啊，就再过几年有这个程度，让他们去开发火星啊，改造火星。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就坐享其成了。但是后来一想，不对呀，当年你看那个像英国的政府，他们派的那些人啊，那些什么犯罪分子啊等等一些亡命之徒啊，去开发美洲，对不对？然后美国就独立了，那是不是某一天这个 AI 它去开发火星，到某一天火星也独立了呢？这一切其实都是题外话。其实我觉得这个 AI 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吧，而且它会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妙啊，越来越与人类的这个能力接近。就在一定程度上，但是在很多程度上，我们人类是可以被轻易的这个超越了，对不对？比如说这个 ChatGPT， 你输入任何问题，它能给你快速的一个答案，对不对？所以昨天我就尝试了一下，小试牛刀啊，看了一下，
到底它牛在哪里，它到底厉害在哪里。昨天我就问了他，你们猜一下，我问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问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ChatGPT 能不能取代中文老师？这个 ChatGPT 他要是一个小伙子，我觉得他是一个挺谦虚的小伙子。对，他说不能，我们只是工具而已啊。中文老师他有自己的优势啊，他有很多互动性的东西。谢谢你保留了我们最后一次尊严啊，谢谢你啊。但其实说实话，就是我能感受到他的能力，强大的能力，特别比如说在语法点上啊，他给出的这个解释真是又快又好又准，对不对？而且他反应时间太快，我们中文老师的话要给出这么多东西，有时候脑子会发懵，突然会断片，想不起来这么多东西，但他瞬间就能给出你这么多东西啊，这其实是特别特别惊人的。但其实就像他自己说的，它是一个工具啊，它其实是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升级版的谷歌搜索啊。谷歌搜索对我而言已经很厉害了啊，就是很好的这么一个工具啊。我一直以来觉得谷歌搜索是在引擎世界里是老大啊。我们中国当然有搜索叫百度啊，我根本看不上它。对，谷歌搜索很厉害，但 ChatGPT 更厉害。但是呢，其实我昨天实验了一下，就是我发现它还是有很多缺点。它可能比如说，因为它主要学习的这个材料可能都是基于英文的这个资源，对不对？所以它可能英文方面会比较厉害。但在中文方面啊，它其实怎么说？它这个选词啊、造句啊、说话等等，其实和中国人就是母语者也没什么差别，这个不是重点所在。而且它其实对有些知识它是有盲区的，比如说历史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他都说错了。对，而且关于比如说社会热点啊等等，就是政治方面，他很多时候总是会表现出一团和气啊，甚至语焉不详的这种状态啊，就说不是很清楚，然后好像是一个思虑过深的这么一个人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我的频道有时候会做一些关于政治方面的这个东西啊，对吧？我希望从他能得到一些更为准确的信息，更为独到的信息，而不是一些一团和气的信息。对，一团和气的信息感觉好像是中国政府发言人似的吧，中国的一些新闻联播似的，对不对？比如说我问他中国人是如何看待韩国的，他给我来一句说，中国人不应该这样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啊，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啊，对啊，我们不要这样，就是带有偏见去说。其实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这不是我想寻求的答案。我想寻求的其实是更为犀利的信息，哪些矛盾点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让你告诉我啊，我们应该一团和气，我们应该很客观的看待问题。我甚至在那里不想得到太客观的答案，其实他的很多东西回答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但是呢，就像我说的 ChatGPT 它是一个工具啊，工具应该怎么使用是在于你怎么去问问题。就像谷歌一样，你真正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你需要知道怎么去问问题，问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就像我们在这个整个世界里生活生存，我们要对这整个世界有足够的好奇心，我们才能发现其中的一些秘密所在。就像人类最早的时候发现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圆的，就是因为科学家有好奇心。发现我们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也是因为有好奇心。好奇心它产生问题之后，你可以去探索啊。但是比如说在现有的知识这些框架里头，就人类已经掌握这么一些知识框架里头，这些东西里头，这个人工智能 ChatGPT 它基本上都能掌握了，它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不用自己通过漫长的时间去学习，对不对？你就能得到这些知识。你想得到什么知识，你就能得到。你可以不断去一个问题套着另外一个问题，不断去学习，对不对？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只对学习语言嘛，比如说学习中文，而是对你在学习人类的所有现有的知识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这个是它的优势所在啊。
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很多人对 ChatGPT 这种东西，就像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对谷歌的态度是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高大上，特别的厉害啊，甚至我们比如说要学一些东西的话，我们不需要课本了，我们通过这个谷歌就能学会，对不对？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呢，更多的人他其实就浪费，把这些东西这个机会浪费了，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ChatGPT 我觉得就和他自己定位的应该是差不多，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我们应该这样看它，工具它无所谓好坏，工具真正的这个体现的价值在于人们怎么去利用它。我觉得它是人类目前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之后啊，它出现一个新的这个推动社会发展这么一个利器。就像人类最早的时候不是有马车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交通工具这么简陋，去一个地方特别远，对不对？可能在中国你要比如从我西安到我老家，我可能得半个多月，对不对？甚至是1个月我才能回到家里头。但现在有交通工具，高铁的话1天就能回去，对不对？后来慢慢的，我就是说从马车，然后到更高级的这个交通工具，比如是蒸汽机火车，对不对？这就是不断的升级。蒸汽其实它带来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不对？后来计算机带来另外一次革命，现在人工智能我觉得可能会带来第3次这个革命吧。所以这个人类就是不断的这个往前走，而且每次跨的步子越来越大。这个其实对我们人类是一个幸事，因为我们人类就是需要，因为想想看，比如说这个太阳系是多么的广大，就凭我们现在人类现有的这个技术，是永远出不了太阳系的。不要说太阳系了，比如说让我们人类现在去火星都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路上，我那算了一下，可能得好几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要做现有的这种宇宙飞船的话，那其实是根本很难实现这么一个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需要让我们手里的工具不断的升级。ChatGPT 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对于我们中文老师，他其实也是一样，虽然感受到了一点点危机感，但是完全可以为我们自己所用的，对不对？我们可以把这个语言教学和这个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带给大家更好的这个教学体验，对不对？其实关键是我觉得人工智能在现有的阶段还是很难取代人，它对于相对死的东西还是我觉得有很大的这个吸收的输出的能力，但对于一些相对比较灵活的东西，相对比较独创性的东西，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跨越这个就是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这个鸿沟吧。但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可能那个时候对人类而言是机遇也是危机啊，谁也不知道。